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参加线上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听到好话要感恩，听到坏话要善解。这句话是近似语啊，充满了人生的哲理。我们在生活中都会有一种经验，就是说，明明知道对方没有恶意啊，但却被对方的一句无心的话刺伤。或者明明了解对方他不善辞令，但我们听过他的话之后呢，心里还是很不开心，很过不去啊。那这个时候呢，问题的产生往往不在于对方的话我们听得懂或听不懂，而是在于什么？听过之后能不能善解放下？我们现在探讨为什么听到好话要感恩呢？这句话不只是礼貌用语啊，而且是很深的修行观啊。我们可以用3个层次来阐述这个道理。为什么听到好话要感恩？感恩什么？要怎么感恩？在现实生活中啊，人人都会讲话，但愿意说好话的人不多哦。那愿意说真话又是好话的人，那就更少了。人人都会说话，但要说好话，必须先要有正念，这个当前提啊。而正念的培养需要长期的修炼呢，也才说口业难修嘛，不是吗？所以有人肯提醒你，肯赞叹你，肯给你建议，这个代表三件事情。第一件，他愿意把心放在你身上。第二，他没有选择冷漠，刚才讲他还是讲。第三，他冒着被你误解的风险哦。光是这3份用心，就值得我们感恩的啦。很多人以为好话就是说，哎呀，多说赞叹的话啦，哦，其实不止如此哦。鼓励的话跟提醒的话，也都算是好话哦。因为鼓励是给人一份力量嘛。例如说讲说啊，你可以的，哎呀，你辛苦啦，往往可以在一个人陷入低潮的时候，去帮助他撑住啊。那提醒的话呢，是给我们方向的导正啊。真正的好话有时并不顺耳啊，也不中听哦。但问题是出发点是为我们好，所以正言上人说，好话这2个字的意思是指什么？善意的话、鼓励的话、成就人的话，然而不一定是让人舒服的话。听到好话不懂得感恩的人会有风险。什么风险？会变成自以为是，会习以为常，或只听爱听的话。所以古人说，闻善言而败者，善莫大焉呐，拜拜的拜啦。意思是说，能够弯腰低头去倾听别人说的好话，这本身就是一种了不起的修养了。那感恩更是要感恩什么呢？感恩对方的善念啊，感恩对方的勇气啊，感恩这份因缘啊，让我们有机会怎么样借势练心，照见自己啊。这个就是把我转移到法上面了。把我执我见转移到去我执灭我相，因此可以说，好话也是逆境中的真上缘。懂得感恩，才不会被赞叹迷失啊！这个要很警惕啊，因为大多数的人听到好话都会很高兴、很开心、很得意，会觉得我本来就做得不错啊。因为别人给我们肯定的，不是吗？但是如果从修行的角度来看呢，其实没有人有义务要赞叹你，要赞美你。对，那对方之所以愿意对你说好话，就代表他愿意看见你的好，他愿意成全你。那其实这也是一种对方的见闻随喜呀。当然，他也会有随喜功德嘛。这也代表对方是有修的人，才有可能如此啊。
那如果我们只会收下别人的赞美，而却不生感恩，这样很快会变成什么？我本来就是这么厉害啊，变成有我慢心了。那一个人如果能心生感恩啊，他就比较不会对外张扬啊，比较能够低调啊，比较容易留得住。学佛的人讲三轮体空啊，或者无相布施，就是指这种低调不张扬不着相的功夫跟涵养啊。正言上人提醒我们啊，别人对我们说好话，我们不要把它视为理所当然哦。别人愿意赞美我们，那是别人的善念跟慈悲，我们听了之后能心生感恩，这样就能防止我慢了。心中有感恩，就比较不会起骄傲跟膨胀啊。所以别人对我们的好话，我们要当作提醒跟警惕。所以近思语才说嘛，赞叹当警惕嘛。对，很多时候呢，好话不只是赞美跟赞叹而已哦，而是在众人面前呢，帮我们留面子，或是我们不在场的时候呢，替我们说一句公道话，或是关键时刻替我们撑住信任啊。如果我们把这些话当作理所当然，那就是辜负了人家对我们的一份护持。所以我们如果听到好话之后能够心怀感恩，就是对这份护持的最好的回应啊。但是这个也不容易啊，要学啊。那接下来我们来探讨为什么听到坏话要善解。因为一般人听到坏话都很委屈啊，很生气啊，甚至反击啊，觉得别人对我不怀好意。那正言上人用善解这个字，比用忍的层次更高哎。善解的意境是比忍更高一层的。善解包含3层意思：第一，也许别人看到的是我们自己没有看到的盲点，所以不是每一句坏话都是恶意啊，有时候是所处的角度不同而已啊，这也是一种善解啊。第二，就算是恶意啦，说话是有恶意啦，也不要让这种恶进到我们的心里。第三，把逆境当修行啊，别人对我们说坏话是来考验我们啊，我们听了能不能不动怒，能不能守住初衷，也没有报复的心理，这个就是潜藏涅槃的滋味啊，不简单啊。所以善解别人不代表是在纵容别人啊，也不是否认别人口出恶言的这个事实，没有否认他，而是当听到别人口出恶言的时候呢，我们先不要闻声起舞啊，先安住自己的心，先安忍不动，再来看事情要怎么处理。事缓则圆呐，如果急着马上反应就很容易造成意气用事，造成冲突嘛。这个时候如果有善解的功夫的话呢，那就会带来什么缓冲作用好像汽车的刹车一样啊，对，快要撞上的时候就赶快踩刹车嘛，对，道理是一样啊。那这个缓冲作用不是要处理对方的嘴，而是要处理我们自己的心。所以当我们听到别人说我们的坏话的时候，其实听到那个声音只是引爆点，真正爆炸的是我们自己的情绪。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可能是被误解啊，被否定啊，甚至呢被伤害到啊。这个时候如果闻声起舞，可能会出现几种连锁反应。例如情绪立刻被勾起了，情绪一旦上来，理智马上就退场，理智一退场，说出来的话就变成什么伤人的武器啊。因此善解的第一个缓冲，就是让这个连锁反应呢把它卡住，好像刹车一样刹住。所以善解不是替对方找借口，也不是替对方辩护而是在这个一瞬间的刹车或者停顿，
这就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了啦。简单讲呢，就是听到坏话或听到别人的口出恶言的时候呢，先停顿一下，冷静一下，不要急着回应。恶言之所以会伤人，是因为我们直接被对方的话呢，直接把对方的话呢当成是什么？刻意的在对我们讲，故意的啦。其实人家是无心讲，也不一定啦哦。但是善解会提供我们重新解读对方讲那句话的空间。例如说，哎呀，他这样讲，是不是最近他心情很不好呢？情绪不稳呢？是不是压力太大，造成语言失控，讲话口气很重脸色很难看是不是他说的只是表达他的立场，而不是针对我？能起这样子的心念，那就是善解的缓冲作用正在启动生活中或人群中彼此的冲突会扩大，往往不是因为事情很严重而是双方都想争一口气。因此近似语才说，争一口气祸事临头忍一口气海阔天空所以善解不是纵容，而是一种选择，选择不让一时的恶言毁掉彼此长期的关系选择不让情绪的起伏凌驾在事情上的处理。所以正言上来讲，懂得善解才有可能解脱啦。言简意赅就是印证这些道理了。我们以前读书有讲过一句话别人无心讲，不要有心听；别人有心讲，更要无心听。智者轻轻讲，我们重重听；愚者重重讲，我们就重听。碰到别人讲坏话或讲话口气很重的时候呢，就要立即重听，听不这也是了不起的功夫。对坏话或恶语重听的人呢，也算是善解的功夫了得啦。其实善解跟同理也是非常密切的关系一个人如果没有同理心的话，就很难去善解；而无法善解的话呢，这个同理只停留在理解跟了解的阶段而已，还是无法化解冲突很奥妙。同理是站在对方的位置，看懂他的处境跟情绪；善解呢，看懂之后不急着责怪，也不轻易定罪，而是选择包容跟柔软，进而要求自己转念。所以没有同理，就很容易误解，这也是人群中常起误解跟误会的原因之一啦。因为当我们听到别人讲了我们不喜欢听的话，大部分的人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他怎么可以这样说话呢？或者是说，他怎么可以这样误解我呢？或者自己心里会觉得说，他这个人就是这样没修养了。这个时候我们的情绪是什么？只听到话，没有看到人如果是有同理，但没有善解，也就是能理解对方可能有压力才会这样讲，但却无法善解这样心里还是会很不舒服虽然理解，但还在受伤。我相信大家都有这种人生的经验尤其在修行团体里面，更是会有这样子的境界考验。能够同理，但无法善解，这样还是会有被伤害的感觉。那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能同理也能善解，这个是最高境界。这样的人呢，心不会被绑架，他也会心想：哎呀，对方这样讲，背后一定有他的苦啦。所以这样的人呢，他会借势练心，提醒自己：我不需要随对方的情绪起伏能够这样，就是我们今晚的主题：听到坏话要善解的功夫啦。简单讲就是，同理是走进别人的世界，善解是让自己走得出来，走得进去要走得出来对。也可以说，同理是让我们理解对方的苦，善解是让我们不再复制那一份的苦这样解释大家就容易明白了
那为什么修行特别强调善解呢？上人呢一针见血的指出啊，能善解的人才能解脱嘛。因为同理是对别人的慈悲，善解是对自己的保护，叫做自保。如果只有同理而不善解啊，就容易变成情绪共振，替人受苦，心被拉走，也就是拿别人的错来惩罚自己。那如果同理又善解啊，就能知道什么？外境不动，内心不乱啊，了解因缘果报啊，其中必有缘故啦。所以它不生对立，界限清楚，这就是我们要精进追求的目标。那还有一种状况是什么？不同理又不善解，那这个就很要命了。对，就很惨了啊。有一次我在演讲过后的问题答的这个环节里面呢，一位观众问我一个问题啊，他问说：“请问你常说要同理别人要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这样会不会当别人犯错的时候，变成我们是在帮他找借口啊？这样会不会好像太天真呢？”其实这个问题是问得很到位。同理啊，常被误解成纵容或者帮人找借口。其实同理是对人，不是对行为这个要理清楚。我们同理他的处境，跟同理他承受的压力，但不代表我们认同行为本身是对的错还是错错误的行为仍然是错的只是我们选择用理解来处理，而不是用情绪来指责啊。这就好像医生看到病人嘛，医生绝对不会骂他怎么会生病呢？对不对？而是先理解病因嘛，再对症下药嘛，道理是一样的啊。如果没有同理，我们就很容易口出怨言的说你就是不听话啦，你这个人就是不负责任啦，或你这个人就是这样啦。这种说话的口气一出口不但无法解决问题，关系也会搞砸啦。所以同理是让我们看见问题背后的因缘，而不是急着去定罪别人我们要清楚一个道理被同理的人才有力量面对自己的错，被羞辱的人只会忙着自我防卫所以很多人在犯错后选择逃避或狡辩，其实他不知道自己犯错他知道但是就承受不了大家对他的否定跟他的批判其实这种现象也是会发生在人群中跟家庭中大家应该都有这种经验的那帮人找借口的意思是说，别人不小心犯错了，而我们帮他找借口，明明对方是错了，你却说他没错，那这个变成颠倒是非呢，就不对啦。同理别人或善解别人的意思是说，我理解你为什么会这样，但这件事情我们还是要去面对，还是要去修正，这样就是有原则也有圆融了两个是缺一不可啦。同理不是替错误找理由，而是替改善找空间。有些人是明知故犯，这不等于是没有责任但从修行的角度来看呢，往往也是习气深重的表现明明知道不对，却管不住自己，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那道理他不是不知道，而是做不到。无论如何呢，犯错之际都是需要别人给予原谅跟关怀尤其对方犯错的对象是我们的时候我们只能够保持宽恕与包容这样日子才会好过否则就会变成我们拿别人的错来惩罚自己，不是吗？大家犯错呢，人家犯错那是别人的事，就别人的业。我们如果因此而难过痛苦，那变成我们自己的业这样就是两人共业。如果有一天我们因为不小心而成为犯错的人的时候，我们也是希望别人能够慈悲对待我们嘛。
能这样想就是同理心啊。如果再怎么劝，对方还是无法不犯错，那也是人家的事情。我们唯有深自惕力，警惕自己不要犯错，不要学他。尤其别人已经犯错，我们就不要再用自己的嘴巴去说别人的错，这样就变成造口业。否则去探讨别人犯错的动机，这些都无济于事了，因为这个跟你无关了。所以才说嘛，人行恶不就其行啊。他做错了，你不要去探讨他为什么做错，用嘴巴讲他的错，千万不要这样子啊！所以听到好话要感恩，听到坏话要善解。这句话的核心是什么呢？无论外境好坏啊，我们的心都不为之所动。正言上人在弟子说错话或做错事情的时候，也都是用善解跟包容的心来对待这些弟子，这就是同理跟善解的身教啊。然而，并不代表是在纵容，而是更高层次的教化。接受他，面对他，才有办法改变他，就是这样子啊。所以师父是先安住弟子的心，而不是急着处理对错的问题。因为当一个人犯错而心乱、心慌、心怕的时候呢，你讲再多的道理他都听不进去啊。即使他所犯的错误再大，正言上人总是轻轻一句：过去就过去了，一切往前看。用这一句话来安抚人心，安抚弟子啊。过去就过去了，这句话不是在否定错误哦，不是在纵容错误哦，而是不让错误继续扩大。所以正言上人看到的不是你做错什么，而是你接下来要怎么走，也就是给人未来啦的一种慈悲啦。这个要心量很大才做得到啊。正言上人在教育弟子放下之前，是自己先放下。能这样万缘放下的人，心中自然是无与伦比的愿力啊，才有更大的愿力继续为佛教为众生啊。好，我们今晚读书会听到好话要感恩，听到坏话要善解，就讲到这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